你以为你已经会用了 CapCut 了吗？其实大部分的创作者只用了这款软体30%的威力。这期影片我会教你10个 CapCut 非常实用的技巧，包含免费版就能够做出的文字在人物背后和笔电画面滑动的特效。看完之后，你就会发现，其实剪辑不只是变快，而是让你影片看起来像有团队在帮助你剪一样。How's Grayson？ 这频道交分给你 YouTube 频道运营，以及分享给你一些实用的工具，像是 CapCut。我每周都会分享3部影片，需要记得订阅我频道。另外还特别准备了一份高效影片剪辑攻略，它会帮助你极大的提升你影片剪辑效率。你可以透过影片下方链接去免费领取。那首先第一个技巧呢，就是代理剪辑，这是一个免费的功能，特别适合于电脑的配置比较低，剪辑时候经常遇到卡顿情况的使用者，或者说需要处理大量4K 素材人。那现在呢，我去打开 CapCut 了，我可以在这边呢去导入我的素材。那这边呢，我就导入我素材了，然后呢，我可以右击，在这边呢，我可以选择使用答案 Proxy， 这就能够在你不牺牲画质情况下，能够让你去剪辑的更快更顺畅。CapCut 它会在你剪辑的时候用比较低的解析度，会让你更流畅的去播放，更快速的预览。当你在输出影片的时候呢， CapCut 还是会以原本画质来进行输出的，会确保你输出的品质是不变的。那第二个技巧呢，就是学会使用键盘的快捷键。那这听起来可能不算是什么技巧，那接下来我就展示给你使用和不使用它的速度有多大差别。那这边我就导入一段素材了，现在呢，我不使用快捷键，我首先呢，我要去拉大我这素材，这样呢，我能够去更好的去看到我在什么时候没有说话，什么时候是静音的部分。所以呢，我在右边去拖动这个滑杆，去把它放大，然后呢，我就可以开始剪辑了。我把滑鼠移动到这边，在这边呢做出一个剪辑，我选择这个分割，在这边呢创建一个点，然后点击它，删掉这个部分，选这个垃圾桶标志，就删掉了刚才的部分。然后这个中间也需要做切割，选择分割，然后挪动它，再做出分割，然后删掉这个中间的部分，选这个垃圾桶标志，你就可以看到会需要有非常繁琐的步骤。但假如说我学会使用快捷键了，我可以直接把时间轴去拖动到这边，然后按住 Command 加 B 创建一个切割点，然后把时间轴挪动到这边，然后按住 Q 就可以删掉刚才那个部分了。那这边也是一样 ，Command 加 B 创建切割点，挪动时间轴到这个时间点，按住 Q 又删掉了刚才的部分。所以你就能感受到，如果说你学会了一些剪辑的快捷键，是能够大大提升你剪辑效率的。我会建议你去记住常用的几个键盘的快捷键，这样你会发现在你剪辑的时候会非常的好用，能够非常大的去提升你剪辑速度。第3个技巧呢，就是关键帧的缩放还有移动。很多人不知道如何在 CapCut 里面做一个平滑的放大或者是移动的效果，其实呢是非常简单就能够做到的。那这边呢，我准备了一段素材，我想要做到的效果就是让这个画面慢慢变大。那首先我确保我这个时间轴是在这个素材的起点的，然后来到右边基础选项里面找到缩放，在这边呢有个菱形的标志，我可以点击它去新增关键影格。那你就可以看到，在这素材上面呢，就会有一个这个菱形的标志，就代表我就加了一个关键帧了。然后呢，把这时间轴移动到素材的最尾端，在这边缩放比例你可以调整一下，比如说调整到120，然后按住确认，你就可以看到我的画面变大了。我们从头开始去看一下，你就可以看到我这画面呢就有一个慢慢变大的效果了。那如果说我想要让它进行移动的效果呢，也是可以做到的。那这边呢，我准备了一个素材，确保这个时间指针是在起始点的，然后在右边这个位置这边，还是找到这个菱形的标志，去创建一个关键帧点，然后再把时间轴移动到最右边结尾端，然后呢，移动这个素材到这中间里面，这个时候结尾端也自动创建一个关键帧点了。来看一下最后的效果。那你就可以看到这2个人呢，他就慢慢的往中间移了，就能够打造出一个平行移动的效果。下个技巧呢，就是把长影片转换成短影片。那这边我导入的是一个长影片的素材，我可以来到右边影片基础选项底下往下滑，这边呢有一个自动调整比例，那这个呢是需要你升级到 CapCut Pro 版本才能够使用的。然后呢找到长宽比例，这边短影音的话呢要选择9:16，那就可以看到呢我现在的画面呢就变成短影片的比例了。然后呢你还可以选择去防守正，比如说预设的、灵活的、稳定的，然后你可以选择相机的移动速度是快的、预设的还是缓慢的。接着呢，你就可以套用整段影片素材了。
在套用之后呢 ，AI 就会自动侦测并且追随你这主体人物，导出的画质仍然是你原本素材的画质的。使用这个功能就能够快速的帮助你把 YouTube 影片变成短影片的形式，去发布到其他的短影片平台上面。下个技巧呢就是移除背景。那这个版本免费版本和 Pro 版本有2种操作形式。那比如说我要去除掉我这段影片的背景，我可以选择它，然后在这边去找到移除背景选项，这里有一个自动移除。这个呢，就是需要你升级到付费版本才能够使用的。那你可以看到，现在我这段影片的背景呢就被去除掉了，是非常的干净的。那如果说你是免费版本的话呢，你可以选这个自定移除，你可以选择这个笔刷工具，然后在这边呢去涂抹你想要去保留的这个画面，然后呢再让 AI 去帮助你清除掉剩余的画面就可以了。所以呢，付费版本、免费版本都是能够使用的。接下来呢，就会延伸到第6个技巧，就是如何让你的文字出现在人物后面。我还是使用这段素材，那这边呢，我要去复制这段素材，我可以右击，然后选择拷贝，然后再按住 Command 加 V， 把它们完全重合在一起。那对于这个上层的影片呢，我选择它，然后呢，选择这个移除背景选项。这个时候你可能觉得没有任何变化，因为呢，我这2个素材是完全重合在一起的。如果说我把这个素材隐藏掉，你就可以看到我这上面的素材呢，它的背景就被去除掉了。接着呢，我就可以加入文字了。来到左边选择文字选项，这边呢加入预设文字，然后在这边呢就可以加入你想要的文字信息了。那现在呢，我更改文字信息了，然后呢把它时间去拉长到和我素材一样。接着呢，我要把这个文字图层去放到这2个素材之间的，但是你会发现这个文字图层呢，它是放不到这2个图层之间的，所以呢，我们需要右击，在这边选择建立复合式的片段，然后呢，它就会变成这样。这个时候呢，它是能够去放到这2个素材的之间的，然后选择最上面的这个素材，在这边选择图层2，你就可以看到文字就出现在我这个人之后了。如果说要调节的话呢，可以双击。在这边你就可以看到原本的这个文字图层，可以把它去调大，让它变大一些，这样呢就可以打造出一个文字出现在人物之后的效果了。那接着呢就是产品弹出效果。如果说你在介绍某个产品或者是某个项目服务的时候，你想让它出现在你画面里面，你就可以用到这个效果。那这边呢，我把我一个产品呢去放到了画面上面了，我调节它的长度。然后呢，我可以去调节它的大小以及呢位置。比如说我要放到这边，这个产品呢是已经去除掉背景了。如果说你的产品本身是有个背景的，那就可以用到刚才我们的这个 AI 去背的功能。接着呢，为了让这个出现的效果更加动感一些，我们可以选择这个插入动画。那这边呢会有很多的动画供你选择。那比如说我可以选这个闪烁的，你就可以看到会有个这样的效果，或者说这个火焰魔法，你就可以看到会有个这样的效果。那如果说带有钻石的标志，就代表你需要去升级成付费的版本才能够使用。没有的话呢，你就可以免费使用了。比如说这个火焰魔法呢是免费的效果，我就可以使用它。然后为了更有动感一些呢，是可以加入音效的。我是可以在 CapCut 里面用它的音效的，选择音乐选项，这边底下呢是有音效的。比如说我选这个刷的音效，移动到这边来看效果。就可以看到会有一个将产品弹出的效果了。第8个技巧呢，就是可以使用 CapCut 里面它的范本。这边呢会有一个范本选项，你可以看到这边有非常多适合你去做短影的范本，你可以把你滑鼠放到这上面，就可以看到这个范本是怎么样的了。然后左边呢会有不同的选项，比如说开场的，就有这些开场的选项。你想要做 Vlog， 那这边呢就会有这样子的 Vlog 范本。使用这些范本就能够让你非常快的把你素材结合在一起，并且呢做出一个非常好看的短影片。第9个技巧呢，就是你可以在 CapCut 里面去直接制作影片的缩图。那在 CapCut 这边呢，你可以看到有个封面的选项，这边呢能够让你去截取你画面里面其中一帧选项，比如说我选了这一帧，或者你可以选择这本机，直接导入一张你想要的图片，然后呢就可以选择编辑了。在左边呢会有不同的范本，比如说可以选择这个范本，它就会加入文字在这边。如果说我不喜欢这文字，我就选择它。然后在左边呢可以做出设计，比如说可以选择不同的颜色搭配。然后这边呢你可以加入文字，你可以加入不同的形状，你可以加入不同的贴图，或者加入一些边框，
想打造一个画面拼贴的效果也是可以的。这样呢，你就可以在 CapCut 里面也完成缩图的设计还有制作了。在做完之后呢，你就可以选择储存就可以了。你的缩图呢会出现在影片的第一帧，它不会让你直接导出专门的缩图格式，所以呢，你可以直接导出整部影片，然后呢去截图你的第一帧。接下来一个技巧呢，就是笔电画面滑动的效果。那如果说你是对着镜头说话，那同时呢，你想要在背后也展示出你笔电滑动画面的效果的话呢，在 CapCut 里面也是非常容易做到的。那这边呢，我准备了一段素材，然后呢，这里也准备了一段笔电滑动的画面，我需要把这组素材放到第二层，然后笔电滑动的画面放到这一层，调整时间。接着呢，我需要把这个画面它的背景去除掉，选择移除背景，然后呢自动移除。可以看到，在我播放的时候呢，我背后就有笔电滑动的效果了。你最想尝试哪一个剪辑技巧呢？你可以留言告诉我。如果你还不太熟悉 CapCut，你可以点这部影片，会让你20分钟就快速上手。看完这2部影片，你就觉得剪辑影片其实并没有那么难。